我的手，好柔软的手。一个帅哥牵着我，有点不知所措。哦，这个3100美金，少一点成熟。穿这一件皮衣都至少要2万块起跳。新衣服啊，这里有狐狸。打开店，摇起来。这次没带我老婆来，我太伤心了。这次的土耳其10天8夜不自由行，从伊斯坦堡出发，经过首都安卡拉之后，一路顺时针绕一圈，最后再回到了伊斯坦堡。前一集悲惨的热气球之后，我们来到了本趟旅程最棒的饭店——爱琴海的夕阳，漂亮。今天是土耳其跟团10天8夜第7天，这饭店真的很棒。一起床看。后面就是爱琴海耶，一早起来就可以看到爱琴海，海的对面就是希腊。刚刚还有海豚在那边跳舞，现在不见了。好想要去这边的健身房，昨天去逛的时候觉得太棒，器材都很新，然后又很大。这间整个设施真的蛮多的，除了澡浴之外，还有盐房，还有可以潜水活动。你在楼下柜台直接报名就可以参加。好，赶快出门了。现在要来看皮革工厂，看不出什么端倪。等一下就看你啦，这个位置看不清，爱看伸展台表演。我现在听说会拉团员上去走舞台，安达应该很想上台。前面有一张纸啊，拿下来记录，看你喜欢几号。我的手，哦，好柔软的手，冰冰的。我刚牵手是好害羞。有啊，好开心吧？我也是，我一个帅哥牵着我，有点不知所措。哦，都录到了，给他老婆看这一段。哇，整间都是皮革味。This is our export price because we pay a lot of tax. 华人区来过，我们买了就会跟他一样。这边的价格一件3100美金，对，工厂价是139的，给我们的打折是这个价格再5折，所以这件就是600多美金。第一次来逛这个真的皮耶，去试穿，它这很软的，摸起来好软，很轻的。不是这种都好轻哦，皮料都是顶级的。哦，这件490，少一点成熟。二手皮衣穿起来就有点帅，有点年轻了，直接升到帅的。What letter is this? Lem. 可谓太大件了吧？对啊，他说他走怎么样？有没有？太小件了吧？有点紧。这很便宜，这才400块。 400块也要有。我是想买这个颜色。我刚才有看这件蛮好看，它有2个颜色，可以换面。我也觉得这件最好。它都设计2面。没有啦，这红色太招摇了。还好啦，这一件皮衣都至少要2万块起跳，最便宜15000啊！我穿凯威来一下好了，帅起来。哎呀，不好看。凯威穿起来了，没有，因为你穿2件啦。你要王子穿上皮衣，准备买单了，一件大概700块，700的话一件是2万块，看看有没有打折，再决定要不要买。请问你拿了几件？我拿了2件，我拿2件。你拿吗？在他手。看价格再决定，你一起拿过去。拿2件来说，应该打比较多。现在在等，看总价多少钱？400是900，大概接近1000。哦，哪一件是你的？不小心消费了，穿上新衣服啦。买完我就想哭。你这shopping很开心。好酷呀！我也是买了我人生最贵的衣服了，这辈子没有买过这么贵。多少钱？650对吧？2万多块台币。我的天哪！台湾这个天气不好保养，不要给妈妈拿去洗就可以了。皮衣都是给妈妈洗坏。这里叫做 Izmir， 导游说这边生活消费没有那么高，所以很多人都喜欢住在这里，又能看爱琴海。
为了纪念奥斯曼帝国苏丹继位25周年，法国建筑师设计。然后下面可以洗手、洗脚、净身。这里咯，这样咯。啊，这个广场叫做什么来着？叫做 Konak Square 啦。然后对面就是爱琴海。我们在这边穿一下新买的皮衣外套，拍拍照。这边是没有公厕的，要去附近的餐厅或者是买个咖啡才能上厕所。美女集美一下。那边有什么？不知道啊。哦，哇，真的耶！这个天气非常舒服啊。好多吃的啊。正宗的沙威玛，它那个怎么那么大一颗啊？那一条街好热闹啊！写 WC 耶。土耳其的厕所都很高，或者是歧视矮子。这里的厕所花了15块。新衣服啊，只有带几件外套，换了一件新外套。标签不可以丢，再回去放到自己 shopping 片地方卖。回去二手卖掉，穿了3天，要让人家知道这是新的。跟 Burberry 跟 Gucci 同工厂出来的，厉害。他刚好问我说要不要买有 logo， 我说不要。什么感受？哇，真美，真值得花的。有没有开始？有，开始晚上睡不着哎。买一件衣服是比买包包开心。他都一样开心。哦，是吗？就是价钱不一样。你这一件几多钱？是500，太便宜了。它可以两穿，设计很特别，它旁边这样设计很特别。蛇皮啊，蛇精美女啊！我要摇上。它都可以两面穿，就好像是买了2件一样。而且它很轻哎，我感觉质感什么的还可以。看起来很好吃。安达，今天还没讲故事。这你不熟啊，掰不出，吹不了牛啊。谁在后面笑很大声？这复古款，旧的款。然后那个呢，土款。它为什么脏脏的啊？不是脏脏的。350块美金。这点货应该开它个300。我觉得它应该不会，除非我们呀，跟那开600的，说不定叫他300买的。1 minute。350。600变350。对呀，我们都砍少了。那我们当地的朋友推荐来买这个巧克力，来，那个，这个棉花糖很好吃，我们昨天有买来吃，口感接在棉花糖跟龙须糖中间。这个坚果类跟辛香料的东西超多的，坚果还有糖果，好帅哦！现在已经换了第2件皮衣了，皮衣哥。来，赶快翻过来穿的，又来。哦，哇，这2件，哇，这个中国红盟不要打我。哦，红色的好色色。真的吗？红色很那种渣男 feel 哎，很有渣男的感觉，有没有？这是乌鲁卡米布鲁萨最有名的清真寺，这里有壶铃。哦，我还以为现在你跟小孩拿那个，一人提1个才可以走的。干好重哦！啊，据说这个就是布鲁萨这边最有名的，上面有20个圆顶。哦。There's a triangle, huge triangle. 它还没谷歌出来。转圈圈。这个地方呢，也是以前的14世纪的时候，奥特曼的军事所。他那个时候跟中国做很多生意，所以他很多东西用书法写成的。他们本来都没有用这些书法，因为他们跟中国做很多生意，买很多东西来这边加工，之后卖到欧洲去，所以那个时候很有钱。这个清真寺都是白色的，看起来非常舒服啊。这个其实是比较没有脚臭，因为今天比较冷。不是，是因为你比赛，也蛮空旷的，地毯又很舒服。啊，这里还可以进来走走，走个5分钟，然后出去逛一下科州汉丝绸市集，就是以前商人来这边休息的驿站。科州蚕蛹建筑蚕蛹市集。哦，到处都是卖丝绸啊。下到1楼这个市集，看要吃东西喝东西，没有位置坐了。你的这么小杯40块台币，但是台湾这样买手摇1杯都700 ml， 就大概100 ml。我看每个人都好，哇，这无糖好喝。可糖。
了。好凉爽啊！你不冷啊？看你凯真的是靠内力来抵抗寒冷。啊，我差了蛋了，你不冷的。这是这一趟旅程的第7天还是第8天？最后一个大行程，来搭这个游船，看一下连接亚洲、欧洲的海峡。博鲁布鲁斯海峡，它北边是黑海，往南边是什么？马莫拉海。中国也有在污染的国家。你看水，垃圾脏没办法，它不会把工业放在这个海岸。我们在马来西亚、台湾有看过海岸是清澈的吗？来讲一个吓它。早去垃圾就。哇，这就是连接欧洲、亚洲的桥。这里的海满满的水母漂在海上。我们现在要去黑海的方向，对面那边是欧洲。我觉得应该要傍晚来的时候才会比较漂亮。现在快中午12点，光线没有那么漂亮。这边的船程每一间都不一样，然后我们搭了这间是1个小时的船程，两侧能看到的东西不一样。还有钓。这个船上卖的东西是天价，200里拉，一杯茶多少钱？60块台币。刚刚绕一圈，现在的这一边就是欧洲了。一般从亚洲到欧洲都是大飞机，很难得搭船的。这位美女，你都不冷的吗？不冷啊，这样很好哎。你只穿1件外套。我穿好几件。我觉得怕了空调。马来西亚人不怕冷。现在是4月初，温度12度，又开始了，又去 school。打开点，摇起来。对哦，对，就是这样有。哇，对，哦耶。好多渔船在钓鱼。欧洲端这边开过来，大概3分钟吧。哇，这个景，它有震撼到，有蛮大的，真的是帝国的首都。那你知道周杰伦有一首歌叫《伊斯坦堡》？我知道啊。那你知道他歌词中间有一个“我要吃汉堡”吗？我不知道。他歌词是徐若瑄写的，我就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徐若瑄会写这个歌词。现在温暖多了，这个城市还是真的蛮多样性又古老，中西合并，文化又多样。美女又多，美女在哪里？满街都是啊！哦，中间是火车轨道嘛，一排人在那里钓鱼啊。This is several. This is the main street. Extra. Good luck. This is gate number 1. Okay, okay. You will get out from that. Here is the ladies and gentlemen. 入口旁边就有厕所，好，出发了。最大的巴萨，到安达了，我们只有2000块钱。对，有4000多个店家。然后凯威的脚快受不了了。好，开始逛街，没有动力逛了。小心有扒手啊！小心被抓鸡鸡。谁会抓我？小心被冰淇淋打鸡鸡。导游叫我们比价3、4间再杀价，好多人，好像每天有几10万人进来，太多了。好多间啊！这边有很多的首饰、香料、饼干、纪念品。那整条都卖金子。对啊，好像这一条不是我们会逛了10分钟就出现在咖啡厅里，还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一间店超贵的，随便点一个东西都是200、300里拉起跳。好吃，但是很贵。好累啊！啊，没有恢复能量。漂亮的光了，逛完最后的这个大巴萨，好像没有我们适合的东西。那如果喜欢很多那种首饰、摆饰、金盘或是地毯的话，来这边应该会逛得很开心。这个是在红什么？糖果啊？老头牌，不懂哎。老婆叫我买这个，你就听话。小钟也买吗？哇，一盒1200台币，手掌大小，这么有名吗？买个小的试试看。刚刚拿以为是巧克力，吃起来是糖果。酸的巧克力也要洗。你不是说刚买，我还以为过期也要洗。那口感我有点润润是什么意思？
看起来很像要脆脆，咬下去很像那种饼干棒。简称就是招烘了。这个怎么很像蛀牙，黄色的蛀牙。今天是土耳其跟团的最后一天，我来带他去那边拍照，然后逛到这里很多小市集。这里的冰箱贴明信片真的都很便宜，大概都35块。不要去那种旅行团带去的，真的很贵。我昨天买了1张明信片要100块啊，这边居然只要30块、35块。后面很漂亮，可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还有很多鸽子，有人赶鸽子，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所以结束啦。跟团就比较无脑，搭车的距离也懒得规划，或是来这种远远的地方，所以跟团真的比较方便。小钟，哎，哇，阳明啊，阳明海运，看我还要特别带一样吗？我喜欢这个土耳其跟团行程吗？可以。可是我就会拿一个埃及比较啊，还是比较喜欢埃及。那你觉得如果不是跟我们一起的话，跟团是要跟你们一起才好。还看不还有人送明信片哦。有哦，才收到哎。有。哦，很浪漫呢。满分10分几分啊？9分。9分，那如果不包含我们，就是看你就是7分而已。我只有5分而已，这么低，好低，好严格啊！为什么？因为我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做。棉堡的那个天气不好啊，昨天的那个游船时间点我对了，我们每一个造景都刚好气候不好。我5分是跟着你们出来玩才。这边7分，来这边的对啊，就只有最后一天这个 OK 而已啊。对，这运气不好，不是说它不好玩。这个 Bosphorus 海峡应该要傍晚来最漂亮。我的话应该还是会给到8.5分，因为我第一次来这种欧亚洲国家，没有看过这种历史古迹的地方，所以还是蛮开眼界。以前都是日本、韩国啊。我觉得最棒的应该是那个洞穴饭店，那个我觉得还蛮印象深刻。可是这边的浴室常常都干湿分离，完全没有分好，洗完都会整间是死的。食物的方面，像我就什么都吃，所以这边都吃一堆生菜，要不然就是烤羊肉、烤牛肉。对我这个健康饮食的人来说非常适合。然后每一餐有很多的起司跟优格可以吃。土耳其之旅怎么样？我现在好像要买个包哦，心情不太好。不是，问你土耳其之旅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还想再来。下次我希望带着我老婆来，这次没带我老婆来，我太伤心了。这一段不会剪进去。2位美女怎么样？你看我们眼睛性嘛。喜不喜欢土耳其之旅？可以啊，只要是人好玩就好玩。那跟一群台湾人出来玩怎么样？很棒，主要是我比较好玩啦，所以你们也会很好玩。哦，是这样吗？6分吧。这么低？因为一直在坐车啊，吃饱就坐，吃饱就坐，吃饱就坐，一直在坐，车之旅差不多8分吧。这么高啊？那你最喜欢哪个景点？海边。哪一个海边？爱琴海啊。哦，爱琴海，那也真的很漂亮。跟我老婆来会浪漫，晚上牵小手去散步。土耳其之旅结束啦，拜拜。这趟旅程，我家里后院先着火，像凯威家里后院也着火啦，革命啦，家庭革命。我是被封锁了。我是被封锁了，现在传讯息他是收不到，他是没读没回，他忙啊，他明天要出国。哦，家庭革命，这就是。